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修了一个检查车的控制器，这个检查车的控制器电路呢还是比较简单的。我们看一下，首先呢，它通过一个端子0到5伏来调节它的转速。我们看这个位置呢还有一个开关，当这个位置断电的时候，也就是24伏断电以后呢，它就停止旋转。当它供电以后呢，它就能够正常旋转。这个速度呢，只受这个下边这个端子0到5伏的影响。下边这个端子0到5伏就可以改变电机的转速。我们看，把它的电压降低，它的亮度也就降低了；把它的电压升高以后呢，它的亮度就上升了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电路构成。首先我们看这几个端子。这几个端子功率还是很大的。这个端子是 A2， 应该是充电的端子。这个端子呢，它是一个故障端子。这个呢是电池的正极，这个是电池的负极。这个端子就是开关端子，当这个端子上供了24伏，它就能够正常工作。当它断电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控制器呢就停止输出，也就是电机不旋转。这个端子是调速端子，它的调速电压是0到5伏，0伏为停止，5伏是最大转速。这个是一个向内部写数据的一个端子。这个控制器这边呢有一个小立板，内部呢有单片机，单片机呢主要输出 PWM 信号，通过我们的控制端子改变它的 PWM 信号占控比，通过这个引脚输出来驱动我们这端的功率管。这端的功率管呢，它是一排并联的。另外呢，这个是一个二极管，这个二极管的型号呢是 TSR2402R， 它的作用呢就是防尖峰的。另外这个位置是一个温度传感器，是一个10K 的，与内部电路共同配合来检测我们这个散热片上的温度。当温度过高的时候，同样单片机停止发出 PWM 信号，或者是降低它的占控比，就能够使它的温度下降。我们看这一端，这一端呢是相同的，都是并联的。另外呢，有驱动电阻是47欧的，还有这个10纳法的电容和 4.7 欧的电阻串联，并联在我们这个长管的漏极和圆极之间，起到一个防尖峰的作用。电源的正负极之间并联了很多电容，是820微法50伏的，大概有我们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14个。通过电容与电池并联向我们的电机供电。因为电容的作用呢，主要是在不向电机供电的时候呢，它充电；当向电机供电的时候呢，它放电。这样能够减轻电池的压力。另外这个位置是接了6个二极管，与我们这个二极管是相似的，它是接在 A2 和我们的电池正端。很显然这是一个充电的二极管，充电的时候充电器的正极接在这儿，然后通过二极管然后向这端供电。另外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检测的线接在我们的这个小板上，当充电器插入以后呢，它就能够检测出这个电压来，送到我们的单片机进行相应的显示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，这个控制器的供电是用24伏电平供电的，实际上最高电压可以达到30伏左右。这端是电池的正极，这端是电池的负极，这个是并联在电池正负极之间的电容，实际上有14个。然后呢，长管也有很多，但是呢都是这样并联的。另外在长管的漏极和圆极之间还有肖特基二极管，还有这个电容和这个电阻是 4.7 欧的电阻。一般这个电路上呢只有这2个这个防尖峰的电阻和电容，但是这个二极管个数还是很多的。它的3级驱动电阻呢是47欧的。PWM 信号是来自于小立板上的单片机发出的占控比可控的 PWM 信号，再通过驱动管，然后通过我们这个电阻
加到这个位置，通过我们这个15伏的稳压管线辅，通过这个 33K 的电阻接地。这样呢，当前级没有信号或者是为低电位的时候，能够确保这个位置的电压为0伏，然后再通过47欧的电阻加到每个功率管的山级。由于功率管山级有了 PWM 信号，那么这个功率管呢就会工作在开关状态，与 PWM 信号的占控比是同频同向的，这样呢就能够控制功率管的导通和截止的时长，从而呢控制我们电机的速度。这个电机呢，一端接在我们24伏电平的正极，一端接在 M 负端，也就是功率管的漏极上，功率管的原极接在电平的负极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